这不是泰国，也不是缅甸，这是老挝的皇宫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大皇宫啊，这是皇宫对面那个塔。常规惯例，我们去买票。Ticket。嗯，爸爸要放哪里？那边寄宿。寄宿哈，好的。6万，好。爸爸要去记起来，我先关一下摄像机吧。进来了啊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了。在东南亚有一尊佛像，它不仅仅是信仰的象征，更是一个王国合法性的根基。而它的家就是眼前这座金光闪闪的佛殿，名叫霍帕邦殿，位于琅勃拉邦王宫前院的正中央。你正在看的这段画面，也许是老挝最神圣的遗训。后帕邦殿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老挝王室风格，屋顶多重飞檐，装饰以镜面镶嵌的彩色玻璃马赛克，门窗上浮雕着守护神纳迦，还有金色的佛像立于入口。这座佛殿是为了迎接老挝最重要的佛像帕邦佛而修建。它原计划于1960年代建成，却因为政治局势动荡，一直到2006年才最终完工。帕邦佛像据说来自印度，经由柬埔寨传入老挝，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。它高仅83厘米，却是老挝王权的象征。每年泼水节期间才会从殿中迎出供民众朝拜，所以眼前这座殿虽然常年封闭，却是整个国家的精神核心。从镜头中你能看到后帕邦殿位于琅勃拉邦王宫正门前的台阶上，地位极其崇高。它不属于日常参观区，很多游客拍照打卡，却不一定了解它背后的象征意义。它是佛法、王权与国家认同三者交汇的地方。殿内佛像是站姿而非坐姿，象征佛祖在说法时的庄严仪态。佛像面部慈祥，五官精致，造型融合了高棉、叠罗和老挝风格。尤其令人敬畏的是，佛像表面采用金箔覆盖，脚底嵌有象征天地的图案，只有王室成员才能触碰。后帕邦殿不仅是一座建筑，它更是整个老挝民族精神的象征。在这座佛像前，人们找回信仰、历史和自我。如果你曾在这里静静站立过3分钟，你就会懂为什么这么多老挝人把帕邦佛看作国魂。你是否也曾到过像这样的地方，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灵魂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最震撼的一次旅行经历，也别忘了点赞和转发，让更多人认识这个被遗忘的国度——老挝。这里有个池子。哇，这里很多鱼耶。有鲫鱼鳞。
和国内大多数的园林一样，都是有一个池子啊，它这个池子应该也是有讲究的。这里是提供鱼食的啊。我们去王宫看一看吧。如果你以为老挝只有庙宇和背包客，那你一定没有来过这座王宫。这不是泰国，不是柬埔寨，而是琅勃拉邦，老挝的灵魂之地。眼前这条被椰子树包围的小道，尽头就是100年前老挝国王的住所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在王宫内部竟还藏着来自中国珍贵文物。琅勃拉邦王宫始建于1904年，建于湄公河和南康河交汇之地，是法国殖民时期为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所建。它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老挝屋脊、泰式飞檐与法式拱门，既庄重又优雅，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中西交汇。从外表看，它像一座古典的佛教殿堂，但内部却充满了王室气息。国王接见外宾的厅堂里挂着法国送来的油画，老挝传统的织锦屏风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列柜中那批来自中国的礼品。在上世纪60年代，中老两国建立外交关系。毛主席时期，中国政府曾多次向老挝国王赠送精美工艺品，王宫博物馆中就展出了这些珍贵文物，比如一对景泰蓝琉璃花瓶，表面镶嵌的传统蝙蝠图案，象征福气临门；还有一套青花瓷盖碗，上面绘着松鹤延年图案，寓意长寿与和平。更让人执着的是一座红墨屏风，上面镶嵌的乃是七金嵌玉图案，来自中国广州工匠之手，代表着中老友谊的结晶。有学者考证，这些赠品不仅仅是礼物，更是一种文化外交的象征。王宫虽不再属于皇族，但它依旧保存着老挝的精神根脉，从佛像、加冕宝座到法国油画与中国瓷器，这里就像一个小小的历史万花筒。如果你也想感受老挝王国的黄金时代，就得把琅勃拉邦王宫博物馆加入你的人生旅行清单。点赞并留言告诉我，在这些跨越国界的文物中，你最想亲眼看到的是哪一件？是中国的青花瓷，还是老挝的黄金王冠？
我最后被他抓住了哈。这就是整个大皇宫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